我们今天接着给大家解析《西游记》背后一些真实的事儿。咱们看《西游记》啊，这一路之上，唐僧师徒四人西天取经，9981难，麻烦不少，好多的困难呢，不是孙悟空一个人能解决得了的。有的妖怪他打不动，有的妖怪他更惹不起。有人就说呀，说这些了不起的妖怪上头都有人，那都不是说他自己兴风作浪，所以一旦有解决不了的时候，孙悟空往往升天入地找帮手。什么人出现的频率最多呢？两个人，一个是太上老君，一个是观音菩萨。一旦要有难了，保准这俩人出现了，帮助孙悟空收拾这局面。所以说这观音菩萨、太上老君是《西游记》里头必不可少的狠角色。咱们今天就给大伙说说观音菩萨、太上老君是何居心帮助孙悟空。我们看这个《西游记》它这个神仙体系啊，大致是这么两大部分。其中一部分呢是玉皇大帝为首的，里头有这个太上老君、各路神仙。这个总体来说呢是道家的神仙系列。另一边呢是如来佛祖为首的，下边观音呢、文殊菩萨、普贤菩萨、灵吉菩萨、地藏王菩萨，再加上什么18罗汉呢，这是佛家的势力，就是道和佛这么两派。你看道家尊崇是三清四帝，三清是谁呢？是太清太上老君、上清元始天尊、玉清多宝天尊，也有叫灵宝天尊，也有叫多宝道人的，叫法不一样。这为道，如来佛这边为佛。今日传经大会，功德无量。回到东土，是以众生不可轻慢。非沐浴斋戒，不可开卷，保之重之。谢佛祖恩典。这个《西游记》原版里头啊，吴承恩写的这现象，说怎么这么多笔墨在佛道上呢？因为佛教和道教在中国历来是争夺世俗势力最为激烈的两个教派。我们都知道佛教呢是西汉汉平帝元年从这个天竺就印度传到中国来的，但道教呢是中国地地道道的本土宗教。我们说任何一个宗教他都想扩大自己的势力，所以难免呢他们之间会有一些争斗。那中国历史上呢有佛兴盛的时候，也有道兴盛的时候，但总体有这么一个规律，就是当天下大乱的时候，往往这个道教就兴盛一点，当时太平时间长的时候，佛教的势力往往就兴盛。你看东汉时候我们都知道黄巾军张角信奉五斗米道，那是道教的一个提升。天下一乱，为什么信道的多呢？因为中国历史上从来没实现过政教合一。皇上他是世俗的最高领袖，但是宗教里他不是最高领袖。皇上叫什么？叫天子，就老天爷的儿子。那他是老天爷儿子，他上头不还有个爹叫老天吗？这老天谁掌握呢？有时候道教就给掌握过来了。所以谁要造反，想这个弄死这皇上，往往打个旗号叫替天行道。所以天下大乱，往往道教就成为一些造反者可以利用的工具。那等天下太平时间长了，往往佛教就上了。为什么呢？佛教不崇尚杀戮，不崇尚斗争，他不反抗统治者。所以任何一个世俗政权都希望你信佛，老老实实的别给我闹事儿。那么我们也知道吴承恩写作《西游记》的时候是大明，明朝这时候中央集权空前加强。那么这个时候统治者为了更好的控制老百姓，一般来说对佛教的尊崇要略大于道教。所以你看《西游记》里头争来争去，你发现如来佛那边占上风，就是这个佛居上道居下，也是当时的社会现象一种体现。但是他两个里头互相之间你争我夺，这事儿在当时特别多。一部《西游记》在一定程度上就反映佛和道是东风压倒西风还是西风压倒东风。你看你要不信，咱就分析前面我说那两个狠角色，观音菩萨和太上老君。观音菩萨是干嘛的？观音菩萨是西天取经的总策划，这个事儿就是他一手推进的。当然是如来佛祖在背后是属于制片人，他算总策划。我奉如来佛旨，
到东土大唐国寻找能去西天取经的人。方才听见你的笑声，特留残部前来看你。哎，菩萨，你大慈大悲，给俺老孙指条门路，救俺出来吧。天下自有救你之人，却不是我。如来佛祖告诉他，你得想办法。为啥？咱现在这佛的影响啊，就在西天这儿。东土大唐这那么多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咱得影响他。怎么办？说你硬往过推，得先搞个市场调查。这观音菩萨就到东土大唐搞市场调查。搞市场调查一看，这大唐这儿没人信这个佛教，他身边跟他的人都泄气，说菩萨咱真的没人信，咱推进不了。观音菩萨可不同意这观点，这是好事儿。正因为没人信，咱一旦把这拿过来，销量才大。所以这观音菩萨当时商业理念非常先进，说这没人信，我们才有市场。他采用什么办法呢？擒贼先擒王。你不大唐没人信吗？要是皇上要信了，那可不得了，那下边谁敢不信呢？所以这观音菩萨导演了一出啊，唐太宗魂游地上，做梦返魂到这个阎罗王那儿，不管你们信不信，我是信啊。唐太宗先信了，他信了以后，那整个大唐上下大家都围着皇上转呢，最后就冒出唐僧转世投胎，从老陈家这儿最后当和尚，然后成了唐太宗的玉帝，西天取经，一下子变成什么呢？本来是佛教要把自己的影响向大唐推广，就我到你这儿卖东西来了，变成了唐僧呢奉命西天取经，上你那儿买去了，这比送货上门都实惠。所以观音菩萨这个策划水平是很高的，他就完成了初级的策划。有人说观音有那么大能吗？为什么他是狠角色呢？你看啊，《西游记》原著里边写，这观音到了大唐这块儿，看着个土地庙进去了，跟那土地说，我是佛祖派我来的，执行秘密任务，你就别问了，你把你地方你走，给我这会儿我办公，当2天我用你这地方。把土地爷吓得赶紧就撤了。其实观音管不着土地爷，为啥？土地爷归玉皇大帝管。你观音能耐再大，你别的部门的，你也不是我上司，不是我领导，你管不着我。那土地爷为什么怕他怕成那样呢？就足可见观音呢是个比较狠的人物。说狠什么狠的？你看他不少庙里供观音，哎呦，慈眉善目的一个中年妇女形象，狠什么狠呢？其实不是，在佛教里头，观音是男神，是男的。后来到中国来之后，也不怎么一点点就变成了女的了。而且在《封神演义》里边呢，讲观音的前世叫慈航道人，手里拿一个清净琉璃瓶，这个瓶子可不得了，干嘛的呢？这个不管是人还是畜生，进他这瓶子里就化成血水，把你弄死，就是个挺狠的这么一位。后来呢，到了《西游记》里，由慈航道人转成观音菩萨了。他不光这个人是个狠角色，心思也歹毒。他怎么歹毒呢？西天取经这一道上经过的地方，总共无外乎给唐僧师徒4人制造麻烦的就3种势力。第一种势力呢是佛教内部势力，还有一种道派的势力，第3种势力是非佛非道的野势力，地方政权，你像白骨精了、蝎子精了这类的。那么对这3种势力呢，本来是有3种办法。第一种是武力消灭，你挡我道我就弄死你，像白骨精。第二种呢是咱讲和，你看女儿国那国王虽然没跟你结婚，你让我们过去得了，讲和。第3种方式呢是咱们先讲和，实在讲不下来我再武力消灭。哎，人不犯我，我不犯人，本来应该这样，这样也减少一些阻力。哎，能讲和讲和，咱过去，咱目的是取经，也不是以消灭妖怪为主要目的。在民间传说中，观世音是救苦救难的菩萨，而在《封神榜》中，观世音却是专施毒计的道人。在民间传说中，是太上老君让孙悟空变得火眼金睛，而在某些人眼里，太上老君却是个要置孙悟空于死地的坏人。那么，究竟哪种说法比较客观公正呢？让我们在《西游记》的原著中找找答案吧。老梁故事会为你讲述西游背后的狠角色——观世音菩萨与太上老君。好，欢迎你回到由中国酒魂汾酒冠名赞助播出的老梁故事会。但是观音比较狠，告诉孙悟空，
一律给我拿下，甭管什么佛内部的、道内部的、地方野势力，沾上死碰上亡，这地方都是我的。他想干嘛？就是通过这个过程把这些地方势力都消灭掉，这地盘就都成了佛教的地盘，准确来说都成了观音菩萨的地盘。因为这里头有不少佛教内部势力的，也告诉孙悟空别给我惯着，弄死他，弄完了我给你兜着，我罩着你。这是哪来的狮子，在此兴风作浪，待俺打下了他！别打，这是我的坐骑。哦，原来是你的坐骑。看在我的薄面上，就饶了他吧。好，看在文殊菩萨的面上，俺就饶了他，要不然，哼！好。而这地盘既是佛教，又是观音菩萨自个儿控制的，所以这一路之上，观音菩萨用这样的战略，你那么想啊，要真为取经，孙悟空筋斗云呐，108000里，背个唐僧，嗖飞到大雷音寺完事了。他为什么还一步一步走呢？那就绝不在取经，而在于占地盘。我走这一道，把从东土大唐到西天之间这108000里的道上所有的地盘我都揽过来，都归我教派，归观音菩萨控制。所以观音菩萨这一道何止是取经的任务，占地盘，扩大佛教领地，扩大自己的个人势力。当然他要用孙悟空，孙悟空是个顶级的金牌杀手，金牌马仔，因为这个人不惹祸他难受，3天不打上房揭瓦，你反正我得收拾2个妖怪，我得打死2个，不打我难受。你到底还不还我师傅？我就是不放，你能把我怎么样？所以这是观音菩萨的最佳马仔。所以观音菩萨一道他是护着孙悟空的，为啥？地主护着长工，你把长工饿死了，把长工弄死了，谁给地主扛活？我剥削谁去？所以这观音菩萨护着孙悟空的。那么你护着孙悟空有目的，就有另一派跟你目的不一样的要弄死孙悟空，那就玉皇大帝这一派，太上老君这派。因为孙猴想当年闹天宫的时候可没少祸害他们，说本来对他就有气，再一个这一趟是佛教扩大势力的过程，那你扩大的势力就意味着道教的地盘缩小了，所以道家不干他就要阻挠。怎么阻挠呢？首先擒贼先擒王，得把孙猴给灭了。我们前2期节目说到猪八戒其实就是派到取经队伍里一个特工，但猪八戒这人混蛋，带着任务下来了，一看有吃有喝的，最后还能成佛什么的，算了，此间乐不思蜀也，余则成我不干了，我直接归顺了得了。所以这猪八戒没用了，太上老君一看自己动手吧。怎么动手呢？派自己身边的人，咱都知道有个金角大王、银角大王，这俩人是什么呢？是太上老君的炉子烧炉子2个童儿，他俩跑到下界来，跑到一个地方叫平顶山。你看《西游记》原书里写的非常准确，他是拿着一张图下来的，这图上唐僧师徒4人像都画好了。这个银角大王呢，抓了唐僧，抓了沙僧，抓了猪八戒。金角大王都说抓错了，你看一般妖怪针对谁来？都针对唐僧吗？要吃他，哪有见唐僧说抓错的？目的就是针对孙悟空，要收拾他。结果也果不其然，孙猴和他们一照面，差点被金角大王移山倒海那法术给压死了。就他这能耐大在哪儿？太上老君给他的宝贝，给他指点你该怎么办。所以这一弄的话，孙悟空也没招了，只能找观音菩萨。观音菩萨一看这事儿，太上老君出来挡道来了，也告诉孙悟空该怎么弄。孙悟空小宇宙爆发，把金角大王、银角大王一通收拾，最后把这5件宝贝都给弄来了。到这时候，太上老君这厚脸皮劲儿上来了，就说我这2个童儿再失败，死就死了，我不管了，这宝贝是我的。太上老君厚着脸皮出来要宝贝，就请还我宝物。哦，你这老官纵容家属下界为妖作孽，你该当何罪？是老夫管教不严，罪过呀，罪过。既然你当面认错，那就还给你吧，拿去。哦，这这是俺老孙的。这是老夫的一根金丝带，也被他们偷窃去。谢
你就想想，他早不出来晚不出来，偏赶孙悟空把他们打赢他再出来，他不闲的吗？他出来跟孙悟空说，哎呀，这是我下边2个童儿，正好我抓不着他，收拾你替我收拾，我谢谢你，把宝贝赶紧还给我吧。再说这不是我干的事啊，是菩萨为考验你。你看这又挑拨离间，他还没说是哪个菩萨，那孙悟空一想就观音呢，那还能谁呀？这倒霉观音他怎么这么收拾我呢？他还挑拨离间。你要说这一个事儿不足以证明太上老君想弄死孙悟空，要跟观音菩萨争地盘，还有个事儿特别典型。太上老君一看派别人也不放心，派自己的坐骑那个青牛。这个历史上有这真事儿，就老子啊在现在这个陕西函谷关从那儿出去的，叫骑青牛过函谷，青牛西去，紫气东来。这个青牛是老子的坐骑，在天上下来了，青牛精带着太上老君最厉害一个宝贝，一个金刚圈。咱们看西游记的时候，金刚圈厉害到什么程度？你什么宝贝扔过来都能给你收了，所以打着孙悟空一点办法都没有。我的金箍棒！还我金箍棒！快点而且这青牛精孙悟空还叫嚣，指着孙悟空鼻子：“你不上头有人吗？你找去吧，你找谁我灭谁，找谁我灭谁。”孙悟空一看没招了，找如来佛祖吧，他能耐最大。如来佛祖说：“哎呀，这事儿我不好跟你说。”如来佛祖知道这青牛精是太上老君的坐骑，他出来挑事儿的就代表着太上老君，我要收拾他，这我不就得罪太上老君了吗？佛祖和道祖两派要争起来，那这就是第3次第4次世界大战了，这收拾不住局面了。所以如来佛祖轻易不肯抓破这脸，还得想办法呀，因为孙悟空是他扶植个傀儡替他取经呢。想来想去，如来佛祖想个办法，这么着，我呀让18罗汉跟你下去收拾他，带着金丹砂来打这妖精。他这么安排完了，又跟18罗汉说，你们注意啊，要真收拾不了这妖精，你赶紧找太上老君，你求他。因为如来佛祖知道背后这事儿，带了18颗金丹砂往下一打，人家金刚圈一拿，歘把金丹砂收走了。这时候没招了，找太上老君，太上老君出面了，行啊，我管吧，这是我们家这畜生，快现原形。金刚圈一收，驾着青牛精上天了。哎，有钱能使鬼推磨，你知道金丹砂是什么吗？一颗这么大点金丹砂相当于一座金山，等于如来佛祖用18座金山来贿赂太上老君，这是买路财。我给你18座金山，你赶紧放唐僧师徒走。太上老君也财迷，18座金山，行了，甭杀他了，你赶紧走吧，就这么把他给放了。你听着我说这，你觉得没道理，你把《西游记》原著打开，你看看我说这是不是真事儿？他为什么吴承恩这么写呢？最后咱得跟大家说，当时佛道两家都想和世俗政权搭钩来争夺地盘，这里边难免有贿赂乱七八糟的这样的事儿。所以吴承恩也是借用这个笔墨来讽刺一下当时入了俗的佛道两家好多背后的一些勾当。当然他这是说道家太上老君贪财，他后边也没惯如来佛祖。那么唐僧师徒西天取经，最后要把那经书拿出时候，那2个尊者是有没有什么人事啊？我们要点人事这紫金钵盂乃唐王所赐，今转送尊者，聊表寸心，待弟子回朝奏明唐王，再相后谢。所以吴承恩在这里头哪家也没惯着，他写的是宗教啊。我们说佛教思想道教思想很大程度是一种哲学思维，但是一变成宗教了呢，着了世俗相呢，他肯定就要扩大自己的地盘。你假如说佛本身要普度众生，要散财的话，那他何必敛财呢？很多这个庙里头你看让你敬献香火供奉，他有很多钱，这是违背佛家思想的。所以大家千万不要把你认为精妙的佛家思想当作佛教的世俗表现。他既然进了世俗表现，就必然有丑有美有善有恶。而在那种专制的压库之下呢，佛道两家为了获得更大的资源，很可能就有一些不太道德不太美观的事情出现。所以吴承恩笔下描写的就是那个时期佛道的一些阴暗的地方。
所以我们翻开《西游记》，其实呢，你可以把明朝时候那些社会现象，通过他皮里杨秋的这种描写方式，看到背后的背景到底是什么。我们现在这个时代啊，是一个崇尚个性的时代，就是你这个性要张扬点啊，可能还有人特欣赏你。其实所谓的这种个性啊，在历史上来看，它也不是说都按照中庸之道啊抹杀人的个性，不是那样。你包括历朝历代，每个朝代都有属于它的鲜明个性。那咱说汉朝，一提汉朝，很多人想到强盛。你看汉武帝南征北战，东挡西杀了，大汉的疆土拓宽的程度，最后把匈奴给干败，卫青霍去病，给人的感觉都是很强盛的感觉。你再说唐代，你就会想到开放包容。那时候大唐的都城长安是世界上最大的城市，五湖四海，各个国家万国来朝，所以你一提到唐代，你感觉是开放包容。那么咱们今天就要给大伙说一个特别有个性的朝代。什么朝代？明朝。你说明朝有个性吗？不是明朝那皇帝昏庸的多吗？而且朱元璋强调中央集权，说是明朝挺昏暗的。不是，那是你不了解明朝。所以咱们今天给大伙细说说，为什么明朝是一个很任性的时代，是一个高度有个性的时代。这个根儿在哪儿呢？咱得说明朝的开国皇帝朱元璋。朱元璋就任性，而且他的任性造就了他后边无论是皇帝、官员、百姓、文人都任性。说朱元璋怎么任性呢？我们都说朱元璋啊，出身草根，要过饭当过和尚，没什么文化。那么他也是比较能够打破过去规矩的一个人。你看一般开国皇帝都很强势，他一强势，他本能的要把权力都抓到自己手里，谁我也信不着，我说了算。那么朱元璋的任性体现在什么上呢？他把维持了上千年的中国一个文官制度给废了，什么宰相制度。自春秋以来，各朝各代无不是天子坐朝，宰相治国。什么话？若是一个皇上离不开宰相的话，那这个皇上就是阿斗。告诉你，从今往后，咱再也不要什么宰相了，咱要既坐朝，也治国，直接掌理军政，上通下达，省得那些宰相从中作乱。臣冒死进谏。父皇，快退呀！父皇，求你了，父皇！哎呀，送太医院。你看着这好像上嘴唇碰下嘴唇，废就废了，这活不好干。为什么呢？原来六部所有的奏折送到哪儿去？送到左右宰相那去。他们看你把宰相废了，那往上报告报谁那去？所以那奏折乌泱乌泱的全堆到朱元璋那儿，把朱元璋累的，但累他愿意。为啥？天下他打的，他得把自个儿天下守住了。所以朱元璋是个很勤奋的皇帝。但是即使这样，那奏折看不过来呀。那么这个开头就造成了我们说大明进入了一个任性时代。由于老祖宗朱元璋啊直接这么任性，把宰相给废了，后来出现的一些波动都和这个有直接关系。他出现了皇上任性、大臣任性、百姓任性、文人任性。咱们先说这皇帝任性。朱元璋是心理非常强大，能够把这些奏折呀、公务都搁自个儿身上。那可是他的后辈要万一哪个人心理不够强大，这工作能把人逼疯了。他后辈呢，不是打江山，是坐江山。那看江山的精神头就没这个老祖宗这么高，所以他的后辈皇帝出现了几种极端情况。一种是什么呢？我逃避了，别玩了，我干不了，我才不管这个呢。所以他这一逃避呢，容易出现两种极端情况。第一种情况呢，信任身边的人，你赶紧替我处理了。就咱们说天启皇帝做木匠活呢，魏忠贤帮他处理这事，就容易出现宦官专权这个情况，就贴身的人把握朝政了，这样就可以随便糊弄皇帝了。皇上，您任命其他的大臣，奴婢没有异议。可是这个裴文中涉嫌弑君，你可千万不能草率任用啊！魏忠贤，你提醒得好，朕认不得那么多外臣，
大多数还不是听你们这些身边人的意见。王安，裴文中的任命，待朕想想再说。其他人的任命，由待朕拟旨传旨吧。奴婢遵旨。第二种情况呢，一看这个情况，我也得相信哪个大臣呢？开始信着一个人，后来把这活都对他身上了。皇上一天天犯懒，所以后来明朝有个首辅制度，首辅大臣其实就是内阁大学士。咱记得最出名的张居正，内阁大学士。万历皇帝在位多少年呢？48年，够长的了吧？可你能想象到48年当中，他有30年不上朝。有的那大臣呢，在午门外跪一排呀，皇上上朝吧，你不去，你愿意跪，你跪死在那儿，死去不管。说万历皇帝这么任性，还有比他任性的嘉靖皇帝。嘉靖皇帝叫朱厚熜，这个人怎么任性呢？他不仅是不上朝，不管朝政的事，整天琢磨炼丹啊，我长生不老，延年益寿，我这滋阴补阳，他天天琢磨这玩意儿，琢磨怎么样能够整些玄玄怪怪的这些玩意儿。结果因为这个差点把命丢了。怎么丢？有一天他睡觉睡到一半的时候，进来10多个宫女，这些宫女一个个你看着娇滴滴的，下手挺狠，拿个大绳子，把绳套先套在脖子那儿，然后这俩摁胳膊，这俩摁腿，这俩捂被子，这俩捂他嘴，干嘛呢？要把皇上勒死。这深仇大恨的，差点就给勒死。可是这些宫女啊，没有杀人的经验，你勒死人的绳套得是活扣啊，越勒越紧，他给系个死扣，干勒着把这皇上勒的直叫唤，不死跟勒猪似的。就这功夫，手底下人进来了，把宫女给打倒了，把皇上给救了。圣体无恙，皇上万福，只是受了惊吓，好生调养，当无大碍。万岁爷没事就好，奴才真是吓死了。拿朕的仙丹来啊！这个地方真不想住了，丧气。从今天起搬到西院去，告诉大臣们，今儿不上朝了。奴才知道，今儿不上朝，明儿也不上。有人说这宫女吞了雄心，吃了豹胆啊，胆子怎么这么大呢？怎么敢杀皇上？中国历史上就这么一例，宫女居然敢对皇上动手。你听说皇上皇亲国戚大臣进宫弑君，这有，宫女杀皇上就这么一例。说这朱厚熜嘉靖皇帝怎么这么奇葩呢？起因就是太任性造成，他对宫女特别差，他下令打死虐待宫女，最后死的有200多个。说这些宫女为什么要杀？就不把你弄死，他就得死。什么原因呢？前面我说了，嘉靖皇帝好炼丹，炼丹也不哪个老道给他出的主意。说炼丹有2样药最管用，什么呢？一者呢为秋实，一者为红铅。说红铅是什么呢？这更狠，处女的月经血。宫里头这宫女都处女啊，从他们身上采月经血，这叫红铅。这个用量还挺大，怎么办呢？他听着老道的，给宫女吃药干嘛？提前她月经期，而且让她多出血。这宫女一个个那真生不如死啊！最后一看，算了吧，不把她弄死，我们就得死。啪，弄出阶级仇民钻来，就得把皇帝弄死。你说这是大明皇帝里多么奇葩的一个。你还有一个皇帝明武宗，他叫朱厚照。我喜欢睡懒觉，睡足了才有精神办事吗？朝政大事儿可以改到午后再议。对了，你们不是老是在朝上有一些争吵吗？吃过了午饭，大家吵起来才有底气嘛。这什么话呀？吵啊！还想再听下去吗？请说下去。第4，朝臣均为男人，实在无趣，应换上一半女子，以年轻貌美为佳，定能提高效率。这个皇上有意思在哪儿呢？他一天呢，不是不管朝政，也管，但是他不想当皇帝，想当啥？想当大将军。
天天练武。他就是什么呢？这个朝政都是文官处理的事儿，把他弄得很烦。他通过练武把荷尔蒙发泄出去，心里烦。练武为了提高武技干嘛呢？让老虎当陪练，差点老虎咬死他。哎呀，快叫御医！不用了，马都督啊，你也太心急了，这还治不了这只老虎。哎，儿臣当然知道父皇可以治得住老虎，只是怕您把他伤得太重，日后心中不安。哼，他胆儿这么大。完了，不光这样呢，他这个练武的过程当中啊，他自己想，我这要出去打仗不好，要没有这个打仗的，假装外头有地方打仗，我也御驾亲征，过这瘾。守备诸寿接旨。臣守备诸寿领旨。近年以来，鲁囚犯顺，屡害四方，且承平日久，诚恐四方兵戎废弛。今命守备诸寿，统帅大军，随部人马，或攻或守，扫兴山安民务，钦此。慢！自从盘古开天地，三皇五帝到如今，有哪一位皇上曾做过如此荒唐的举动？列位大人息命！某愿施剑。皇上有旨，违抗者停杖30。谢皇上。其实啥？逃避宫里处理这件事，躲出去啊，在另一个世界里发泄自己的旺盛的精力。所以这大明皇帝任性的多，这任性根在哪儿？不是老祖宗朱元璋吗？你把宰相给废了。本期老连故事会为您讲述任性的明朝。那他这一任性，连锁反映到大臣上。大明的文官呢特别有意思，你不是把这个宰相给废了吗？废了之后呢，任何一个官员都想追求自己权力最大化，而且都想名垂青史，想影响皇帝，影响朝政。再一个，皇上一旦承受不住压力撂挑子，那这个国家重任落谁身上了？落大臣身上了。那大臣这时候责任重了，他又不怕死。你想，人要不怕死，啥事都能干出来。他敢想敢干。海瑞，这海瑞我们都历史上有名的清官。海瑞最出名是啥？骂皇帝，把皇帝骂狗血喷头，把皇上骂狗屁不是。你这个不光是胆量的事儿，他心里真的有点这样的特殊的心理，要不一般人没这么强大。而这个人呢，你别人想收拾他太难了，他也没爱好。说你这个作为官员有点好这好那，啥爱好没有，我就当官，我就两袖清风一本正，我就挣这点死工资。海瑞家里穷的叮当响，自己媳妇自个儿孩子，就反正就差一步饿死。结果后来呢，赶上他时来运转，这严嵩不倒台子了吗？一个大奸臣倒台子了，那敌人的敌人就是我们的朋友。这皇上嘉靖皇就找啊，谁当初敢于跟权臣严嵩对抗啊？这我得重用啊！一找说当初海瑞骂过严嵩，哎呀，这人了不得，连升2级，给他拔到京城了。上哪儿呢？到户部，到财政部管钱去了。结果这海瑞进了京城，头一件事把京城人全震了。他写了个奏折，把嘉靖皇帝骂了个狗血喷头。其实按这罪过，基本上枪毙几百来回都够了。说念你是皇上，你好好反思吧，你改吧。自古及今，谁敢跟皇上这么说话？那有篡位之心呢？司马昭啊，曹操啊，那也得假模假样的吾皇万岁，皇上圣明，得说两句。海瑞一句没有，破口大骂。完了，下边皇上您放心，他跑不了。为啥？他写完这奏折呀，买了口棺材，完了跟老婆孩子呢拜拜了，把家里钱啊剩那点不多的给仆人了。他仆人害怕了，为啥？你不找死我先跑啊！家里人都跑没了，坟地都选好了，棺材搁屋里停着呢，他不会跑的，他就等你杀他。这把这嘉靖气的，怎么弄？这人先把他控制起来。我想想，嘉靖在屋里琢磨来琢磨去，不行，我不能杀他。为啥呢？海瑞当时名气很大，都知道是个清官，他骂我是昏君，我要把清官杀了，不坐实了吗？而且海瑞这么干为啥呀？嘉靖知道大明这些文臣一个个都等着流芳百世，脖子一梗，你宰了我，
他都知道，我若杀你，就成全了你千古之名，不能杀你。但不杀是不杀，这皇上心里老恨了，恨死海瑞。后来找个理由，海瑞哪个工作上有点失误，给关大牢里。过不久呢，大伙一劝又给放了。所以这海瑞有意思，他40岁进京，74岁才退休，干了34年。这34年当中，罢官被免就有16年，就有一半时间他属于是被拿下的，但是还偏偏倒不了，起起落落总在那。就这个文官得多有个性，得多犟嘛，我根本就不在乎你。那不光这个官员任性，老百姓也任性。说老百姓怎么任性呢？他这个明朝的几个皇帝前前后这么折腾，一会儿大臣折腾，一会儿皇上，老百姓跟松紧带在里边，一会儿这个一会儿那个。这老百姓就琢磨了，咱们呀也别啥事就一直在这死守着，也不能等死，有机会咱就作一把，不行咱再老实了。所以最典型的明朝末年这个老百姓农民起义，是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像明朝农民起义那么有意思。你看明朝末年，崇祯皇帝上来了，大明已经不行了，不行了，崇祯皇帝想励精图治，你注意，真到了那时候啊，你励精图治就不赶趟，为啥呢？励精图治是不是需要钱吧？好，需要钱你就得收税，对。再一个需要钱收税，这是开源，还有节流呢。节流是什么？公务员编制太庞大，那我削减编制吗？一削减编制，下台那些公务员没事干嘛呀？我造反吧。所以最终呢，这老百姓呢走上造反这条道。其中各个地方到什么程度呢？一个省就能有100多股造反，反正这一个小组造反嘛，这些人揭竿起义干，那边揭竿起义也没个头头脑脑。朝廷这时候来镇压呢，一看也实在的力量也不大呀，所以就采用呢叫做镇抚兼施，以抚为主，就说镇压跟抚慰两头走，高压政策、怀柔政策，以怀柔政策为主。所以一般到那一说别造反了，给你们粮食吃，行，不造反了，马上投降。可是那么多灾民又赶上荒年，大明的财政支持不了，你这走了，粮食吃没了又活不了了，造反，开始打，跟大明军队打不过，乌合之众干不过正规军呢，剩10来个人干啥呢？咱们得自个儿种田自个儿吃吧，一边种田一边琢磨，咱们为什么失败了？哪条政策不对？哪个战术不对？又组织一会儿接着造反，又被大明给打败了，躲到商洛山里头去，剩50来人。说这个地方时间长咱也活不下去，咱往河南进发吧。这50多人啊就往河南，到了河南呢，赶河南闹灾荒。他们本来啊没那么大志向，说到这地方不行，打家劫舍凑口饭吃。结果河南灾民听说过李自成李闯王，原来他岳父高云祥也是闯王，说这他姑爷李自成继承闯王大旗了，咱活不下去，得有个领头的吧，就认他当领头的了。所以那时候李自成也没想能挣这么大，老百姓说吃他娘穿他娘，早开大门迎闯王，闯王来了不纳凉，就是实际上乌合之众，最后滚雪球是越滚越大越滚越大。所以那时候这伙人呢很有意思，也没寻思一定能跟明军怎么叫板。结果大明军队呢这边农民起义，那头还有清军入关呢，两头。所以这李自成一路之上也没想到势如破竹，最后居然打进北京。随后崇祯帝自缢于眉山，明朝覆亡。登基主人，皇上，吴三桂以兵至京郊永平卫，突然掉头返回，重回山海关。传命，召集京城内所有的官兵，2个时辰后出发，直取山海关。遵命。就他这会儿农民起义，等前前后跟大明军队干了17年，最后呢，清军入关，这帮人有意思，不反对大明了，跟南明政权联合起来跟清军打了14年，也没打过清军，最后被弄灭了。就中国历史上这农民起义很少有像明末这样这么奇葩的，就今天起义，明天投降，后天再起义，后天再投降，就这么个节奏。所以你看老百姓造反都这么任性。这个时代为啥任性？他这一个朝代他的个性啊，是从开国皇帝那开始打下来底儿，然后不断被多米诺骨牌强化的结果。所以咱们看，就我们说这个东西，如果你没有更好的方案去取代它，那你就不要轻易动它。除非这个方案呢能把原来的弊端解决，你才能动手。就像我们现在说高考，说高考一卷定终身不好，咱要改高考。可高考再怎么还保个底线公平呢？你分高上去，分低下来，还有个基础公平。所以喊了这么多年，高考有这么多弊病，
但是我们暂时无法改的，是因为我们还拿不出第二个能够取代它的更好的方案。这一段时间呢，又进入了武侠电视连续剧翻拍的一个新浪潮。这不是前不久这个新版的《天龙八部》又出来了。这版《天龙八部》呢，很多人看了之后觉得挺别扭，为什么呢？里头找了那个在年轻人里人气非常高的那个钟汉良，由他来演这个乔峰。很多人说钟汉良书生相，怎么能演大侠呢？还找了韩国一个影星叫金基盼来演这个段誉，有人说这个也看着别扭，所以这个剧呢，大家吐槽吐的比较多。还有一个据说这个于正拍《神雕侠侣》了，然后先在网上呢把小龙女这个扮演者陈妍希这剧照给晒出来，很多人一看不满意，说小龙女应该是清瘦感觉的，超凡脱俗的，怎么这小龙女这脸胖成这样呢？说这是哪吒还白娘子，不像小龙女。所以大伙现在也议论纷纷。对于这个《神雕侠侣》的议论呢，大家可能都习以为常。为什么呢？因为金庸小说里边啊，被改编成影视剧的最多的就《神雕侠侣》，到现在为止总共有8个版本。咱们今天就给大伙说说这8个版本到底哪个最符合我们心目当中的杨过小龙女形象，最符合金庸老先生心里边的主人公形象。自《神雕侠侣》搬上荧屏以来，至今已有8个版本。1983年刘德华、陈玉莲版本，1995年古天乐、李若彤版本，黄晓明、刘亦菲版。那么究竟哪一版本最符合原著，最受金庸先生的肯定呢？老梁故事会为您讲述重版神雕谁最符合原著。那么咱先说这8个版本是什么呢？最早是《神雕侠侣》59年开始写，60年写完，刚写完1961年香港就把谢贤当男主人公演杨过，演了一部连续的4集的电影。后来到1976年呢，又拍了一个电视剧版的《神雕侠侣》，这个电视剧版到现在为止我也没看着过，当时也悄无声息，也小制作。而谢贤那版的电影那个到现在咱资料都找不着了。所以你要说影响力，这俩版可能影响力是最低的，咱基本上都没见过。然后后边呢，陆陆续续出台了一堆这个有关《神雕侠侣》的电视剧，其中呢大家印象比较深的呢，后边这6部都还可以，其中有这个范润芳主演的新加坡版本的《神雕侠侣》，有这个孟非、潘迎紫主演的台湾版本的《神雕侠侣》，也有任贤齐、吴倩莲版本的，也是台湾《神雕侠侣》。但是这3个呢都有点毛病。什么有毛病？范润芳版的这个新加坡的《神雕侠侣》被公认为服装最漂亮的，服装特别特别好看。但是范润芳演这个《神雕侠侣》演小龙女有点问题呢。小龙女在书里头啊是一个七情六欲不明显的人，就无论是悲痛喜悦表现的都比较淡定。可是范润芳版的小龙女呢不是，天天哭，有点事就抹眼泪，这不太符合。所以这版当时很多人觉得没有忠实原著。你等那个孟非和潘迎紫这版，有人被戏称母子版，因为孟非当时20出头，潘迎紫30多了，那个扮相上俩人怎么看都像娘俩，不像是夫妻两个。所以当时那一版出来影响也不大。倒是那个版有个歌挺好听，《神雕侠侣》主题曲月马江不到，安逸的天高，我现在还能续着。那歌倒是流行开了。后来这个任贤齐和吴倩莲这个版本的也存在这个问题，就主角大家看着不舒服。小龙女是穿白衣服的，可是里头呢吴倩莲演这小龙女呢，不是这黑衣服就蓝衣服，可能是啥，怕穿白衣服显得吴倩莲更黑，因为吴倩莲长得黑。而这里头任贤齐的杨过是大家吐槽吐的比较多的。为什么？这杨过怎么说他也是俊逸潇洒，任贤齐演小杨过的时候显得那么滑稽，跟个丑角似的，到演成年杨过又显得太呆，所以他极大的毁坏了杨过在我们心目中形象。所以这几个版本都没过关，基本上都没有给大家留下深刻印象，更多人不认可，因为你这东西不行。那能够被大家广泛认可的呢，是后3部《神雕侠侣》，就是刘德华和陈玉莲这一版的，这个古天乐和李若彤这版的，还有最后就是黄晓明和刘亦菲这版。这个3个版本的《神雕侠侣》影响最大。
那么说这3个版本哪个更符合我们刚才说的大家心目中的《神雕侠侣》呢？这个首先咱们得说说《神雕侠侣》这部书写的是什么。在写《神雕侠侣》之前，金庸已经出了3本书了，《书剑恩仇录》、《碧血剑》和《射雕英雄传》。最火的是什么呢？《射雕英雄传》。《射雕英雄传》开创了武侠世界里的东邪西毒南帝北丐模式，而且里头人物众多，还和历史相关，那火的都不行了。在这个时候呢，金庸呢和他的朋友沈葆昕2个人合作，办了一张报纸《明报》。办《明报》一开始他担心，说这报纸没人看没人买怎么办？他不得打开市场销路吗？射雕不火吗？金庸就想，我正好有这强项，我续写《射雕英雄传》，给射雕写续集，这我在报纸上连载，那原来射雕那些读者不乌泱乌泱来买我报纸来。所以他一想这个主意，开始动笔写《神雕侠侣》，名义是给《射雕英雄传》写续集。可是呢，说是续集，它的结构框架主题跟射雕已经有很大区别了。射雕的主题是什么呢？其实8个字：为国为民，侠之大者。虽然有郭靖黄蓉的爱情故事，但更主要的是呢，这些人最后抵抗外来侵略者，抵抗金和蒙古，是以这个为主题的。不错，我们现在一定要诱敌深入，最好引成吉思汗从北边攻来，而我们就集中兵力，打一场轰轰烈烈的仗。啊，你说的很对，我们就在北面跟他们决一死战。靖哥哥，万一我们打输了，你一定要跟我走。蓉儿，你不能有这种想法，仗还没打就先想到自己的安危，这样做法哪称得上大宋的子民呢？到《神雕侠侣》里，这个我们要鞠躬尽瘁，就算郭靖黄蓉延续到杨过小龙女之上，变成了以爱情为主题了。杨过才不管你什么蒙古不蒙古，汉族不汉族的。你看那个时候他为了达到目的，不是忽必烈曾经找他通过金轮法王吗？说你得害郭靖，他甚至带这个目的，为了救自己心爱的小龙女，能够解他这个当时毒针这个危害，包括毒花那个危害，我干脆我杀郭靖就得了。就是他那个是非观念远没有郭靖那么强烈。所以说《神雕侠侣》呢是为连载而写的，它的核心是写情。所以后来金庸自己都承认，《神雕侠侣》是我的情书，就他不是写爱国主义的，也不是写江湖道义的，他写的是一个情字。所以后来呢，金庸在修订他这作品的时候，2003年金庸做了很大的修订，改这些书，弥补过去的不足。他在修改《神雕侠侣》里的时候，重点就在一个情字上。当时修改的时候就从2个角度，第一个是改错，说《神雕侠侣》还有错吗？有错。我就发现个错误，在2001年的时候，在杭州，当时金庸先生呢是浙江大学文学院的名誉院长，他在杭州住那阵儿，正好我当时在杭州工作，就有个机会呢，跟这个浙江报界的朋友在楼外楼跟金庸先生吃饭。我就说，我可是你的书迷，你的书每部我都看过4、5遍以上，我但是里头有错误。那时金先生年岁就已经挺大了，坐那儿。金先生说话是这个特点，他浙江海宁人，普通话不是很好啊。我觉得《神雕侠侣》这部书时间很长，大家看了就是杨过是个好人，不是个歪子。他说话是这个腔调，而且金庸长得跟我还有点像呀，你细看。我说你这书哪有毛病呢？你比方说这个《神雕侠侣》。写到这个小龙女中了冰魄银针，在古墓里边呢，李莫愁的冰魄银针嘛，杨过就想办法把这毒从他体内逼出来，可是怎么弄也弄不出来。杨过就说着急的时候，就是跟小龙女2人聊天，就聊到了西毒欧阳锋，因为欧阳锋是杨过的义父。这时候杨过突然就觉得好像抓住了什么东西，再细想他又想不起来，他想的是什么呢？欧阳锋逆练九阴真经教过杨过，如果杨过把逆练九阴真经交给小龙女，不就能把毒逼出来了吗？他想的是这个，但是没抓着，就想好像有点什么事儿。这时候怎么描写呢？杨过急的是双手抓头。我说这儿就写错了，那怎么错了呢？在这之前呢，杨过为了调解武师兄弟武敦荣、武修文都爱上郭芙了，就郭靖的大女儿挺蛮横的，这哥俩要决斗，你这哪行？亲兄弟打起来，杨过为了化解他们这种冤仇，当着2、5兄弟面前说：“你们谁别争了，那我郭伯伯现在成我岳父了，把郭芙嫁给我了。”
其实就是让他俩死这条心。可没想到这事儿呢，弄得二五兄弟不理郭芙，郭芙来气了，找杨过来了。找杨过来，这就说你凭什么造谣？一生气，把君子剑给拔出来，歘一剑把杨过一个膀子砍掉了，所以杨过成了独臂了。就这时候杨过已经没有一个胳膊，没一个胳膊怎么双手抓头？那假肢哪儿来了？当然咱这不是说金庸先生怎么着，百密一疏，智者千虑必有一失。后来金庸就是2003年修订的时候，我买了他那版本，一看他把这地方改过来了。所以金先生是从善如流，真是。还有第二个他修订目的是呢，往里加一些感情方面的东西。怎么个加法呢？你看杨过和小龙女在古墓里练玉女心经，他就加了一段，说杨过当时啊少男这感情萌动，就想上去吻小龙女。最早我看那版《神雕侠侣》可没有这个，没有这么大胆的描写。他通过这个呢，把杨过对小龙女的感情铺垫的更加自然。再一个地方，郭襄暗恋杨过，而且郭襄一辈子没嫁人，后来出家了，开创峨眉派嘛。所以说《神雕侠侣》无论是开始创作还是金庸修订过程当中，都紧紧围绕着一个情字。我要说一个细节，你要细琢磨琢磨，你都能掉眼泪。大伙儿记不记得郭襄出家开创峨眉派，灭绝师太等于是郭襄郭祖师的徒孙，峨眉的掌门。那么灭绝师太的师傅郭襄的徒弟是谁呢？《倚天屠龙记》里交代了，这位师太名字叫风铃师太。那么他为什么给徒弟起名叫风铃师太呢？《神雕侠侣》的第4部里边写了，郭芙带着妹妹郭襄，弟弟郭破陇要北渡黄河。渡黄河的时候来到黄河渡口，这就叫风铃渡口。在这个渡口天降大雪，过不去了，三个人住在旅店里头，旅店里头一堆江湖人士在这聊天，聊江湖这些事儿。那个神雕大侠叫什么名字？长得什么样子？小姑娘，老夫哪有那么好的福气见到他？我听人说神雕大侠呀，有只大雕跟着他，好像说他左手断了。请问神雕大侠武功这么好，怎么会断了左手呢？这方面我就不大清楚了。那王大叔，后来你有没有再见到神雕大侠？我曾经听说有个断了左手的人和一只大雕，经常痴痴呆呆看着大海。我马上感信，果然是神雕大侠。神雕大侠在海边等人呢。一讲这故事，把小郭襄听得悠然神往。其中西山玉窟鬼里有位大头鬼要启程了，找那哥几个去了。这小姑娘想不想跟我去？其实就随便说一句话，郭襄当时就对杨过神雕侠神往无比，当时站起我跟你去，真就跟大头鬼去见杨过去了。小姑娘，如果你想见神雕大侠，就跟我来。好，我去。这个长胡子鬼一定不是好人，我不准你去。但是长须鬼速速回来报道。怎么样，小姑娘，我可要走了，你跟不跟我去啊？长须伯伯，我跟你去。是。所以郭襄一缕情丝系到杨过身上，从哪开始？从风铃渡口这开始。所以后来给自己徒弟起名风铃师太。这是什么呀？一个人对自己梦中情人的刻骨相思。所以你要想到这儿啊，你就很为郭襄能掉下眼泪来。所以说《神雕侠侣》呢是金庸的一部情书。那么说改成电视剧，你要抓不住这情字，不能够把杨过和小龙女这个风范气质给拍出来，你就失败了。你按这个比照的话呢，咱们这3部剧，你先看这个黄晓明和刘亦菲这个《神雕侠侣》张纪中这版的特别有意思。张纪中说我最重视原著。有人说你这什么玩意儿？俩人在空中经常飞起来，还玩芭蕾舞动作，还这个互相对视，慢镜头还是慢慢悠悠的。说这那武功哪有这玩意儿？张纪中说我重视原著，原著就写他俩缠缠绵绵到永远啊，这不挺好吗？那么金庸先生怎么说呢？金庸说不对，张纪中拍这不符合原著。为什么呢？原著里头啊，这个小龙女心思比较淡，但后来情绪挺激烈。而这刘亦菲呢，刘亦菲当然漂亮，可是这女孩一漂亮就好端着，就怕我万一哭万一笑不漂亮了呢。所以刘亦菲在里边没有演出小龙女的情绪变化，显得有点板，什么时候都端着那范儿，我大美女大美女这感觉。
说这就有点不对了。再一个，黄晓明版的杨过有点油滑，在古墓里边呢跟小龙女开玩笑，其实原著里头杨过在骨子里是非常尊重小龙女的。他当初在终南山被全真教的道士给逼到那程度，是小龙女救了他。他一开始把小龙女当天神似的，哪能有那些调笑的话呢？所以这个版本呢，金庸认为呢不符合他原著精神。当然，如果你要搞民意调查，说哪部最符合原著精神，咱现在80后、90后朋友多，很多80后都得投票。90年代这个古天乐和李若彤版的，为啥很多80后就是看这电视剧长大的，所以对那个印象深的不得了。也确实那个里头呢，应该说很符合这个小说里边那些形象。杨过你看古天乐那个气质那长相非常符合我们对杨过的认知，尤其是他历经沧桑16年后再见小龙女，背着剑不避，头发已经有白了，脸上有点胡子，而且那眼神特别忧郁，我们一看真是活脱脱一个杨过。而李若彤气质上超凡脱俗，最主要的是当时这部剧里头有些歌，大伙还记不记得？起初是我不经意的离开，这歌叫《归去来》，是胡兵鄂和希雷纳伊唱的。这次是我真的决定离开，远离那些许久不懂的悲哀，想让你忘却愁绪，忘记关怀，放开这纷纷扰扰，自由自在。那次心里不经意的离开，成为我这许久不变的悲哀，于是淡漠了繁华，无法再开怀，于是我守着寂寞，不能归来。我去哪里会任你猜？这个歌在当时是特别流行，所以借助这电视剧也借助这歌，这部95版的《神雕侠侣》所做出的。有的人挑毛病，这个也不太符合，说怎么的？原著里写了小龙女虽然比杨过大，但看起来比杨过要小，这里边俩人差不多。哎呀，你哪儿那些毛病挑去？所以这一部呢，就是得到了很多人的认可。但是有人问过金庸先生，金庸先生也觉得不太满意。反正你这么说吧，这个1000个人1000个哈姆雷特，你想让原作者满意是很困难的。但是有没有让金庸满意呢？有。金庸对于83、84版的《神雕侠侣》最满意。哪个版本呢？刘德华、陈玉莲。那个版本其实啊，就是接着《射雕英雄传》拍的。就当时拍完这个黄日华、翁美玲这版《射雕》，紧跟着就拍《神雕》。拍《神雕》它有个省事儿的地方，里头的配角从《射雕》里直接就过来，比方说演黄老邪的还是曾江，演周伯通那个，演洪七公的，演欧阳锋那个，都是那里边原来演的。你想这东邪西毒南帝北丐都一样了，能不像吗？不同的就是郭靖呢，由于是中年版了，郭靖黄蓉，所以当时是欧阳佩珊演的黄蓉，这个梁家仁演的郭靖。那个时候选角，刘德华刚刚是从这个无线的艺人培训班起来，那阵刘德华天天找活干，怕人家不要他。刘德华会捋发，天天兜里揣着剪子，见谁都是我给你捋发，求个好人缘。还有人看的是你这小伙子这鼻子什么的看挺有气质，就把他弄来演杨过。而且他跟杨过那种狂放不羁的劲儿呢，你别说刘德华演技那时候就看出来挺有潜质，他真合。更多人对这版的认可，尤其是金庸对这版认可，主要认可小龙女。就里边扮演小龙女这个陈玉莲了，冰清玉洁，超凡脱俗。要真讲和小龙女气质吻合，这比李若彤的气质还吻合。所以当时这个版本呢，金庸先生是认可。当然我今天说了这8个版本，尤其后3个版本，到底哪个跟原著最符合，这是个见仁见智的事儿。每个人可能心里边都有一个版本是最符合自己心目中的形象以及原著的。那么这一次呢，我们看《神雕侠侣》又重拍了，陈妍希演小龙女。可以肯定的是，就从现在吐槽来看，这个剧出来有可能是个雷剧，很多人又该骂这个骂那个。可是这恰恰是很多导演愿意前赴后继，愿意挨骂我也得拍的原因。为啥？本来剧本我还得炒一炒呢，要拍，这不用炒了。大家对杨过小龙女认知度那么高，我不管让谁演，大伙都得说像不像，这个话题先天就形成了。
所以你琢磨到这儿你就明白了，为什么那么多人翻拍武侠剧，那么多人挨骂还要拍，因为骂完了他真挣钱。好，感谢您收看这期老梁故事会。老梁故事会是由中国酒魂汾酒冠名赞助播出，我们下期节目再见。